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让人静下心来好好追一部剧，或者满怀期待的等一部作品上线，已经变成了一件挺奢侈的事。但如果你最近稍微关注一下影视圈，或者刚好在周五的晚上想找个话题和朋友聊聊，檀健次这个名字绝对是绕不开的。2026年对檀健次来说，确实是个挺特别的年份。如果用现在网上流行的话来说，他简直就是个六边形战士，而且是不带一点水分，全面出击的那种。你看看他手里攥着的这3部待播和正在播的作品，都市轻喜、古装谍战、犯罪电影，3个截然不同的赛道，3种完全不同的人物底色。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霸屏了，这更像是一个演员在向世界展示他的底牌和野心。今天咱们就不聊那些干巴巴的数据和通稿，就像朋友坐在一起喝杯咖啡，好好捋一捋他这3部作品，看看究竟哪一部能真正戳中你的心。咱们先聊聊最近大家讨论度最高，也正在热播的《爱情有烟火》。这部剧6月15日刚在央视8套和几大视频平台上线，36集的体量，改编自红酒的小说《投行男女》。说实话，刚听到投行、都市情感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心里是捏了一把汗的。毕竟这几年悬浮的职场剧和工业糖精的偶像剧实在太多了，看得人审美疲劳。但爱情有烟火最聪明的地方，也是他最抓我的地方，就在于他那种浓浓的接地气和反套路。你看檀健次演的李亦菲，一开始是个投行精英，听着挺高大上，对吧？但他偏偏是个隐藏富二代，而且因为投资失利，家族信托被冻结，直接从云端摔到了泥里。他外表傲娇毒舌，生活能力却堪忧，妥妥的一个口嫌体正直。而王楚然演的钱妃呢，是个在沪漂的投行女职员，每天精打细算，清醒又独立，因为要还房贷，被迫把房子招租。王楚然这次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她眼神里自带的那种疲惫又倔强的班味儿，太真实了，简直就像是你我身边每天挤地铁的同事。剧情设定也特别有意思，不是那种一眼望到头的霸总爱上我，而是2个倒霉蛋的欢喜冤家合租。李亦菲没地方住了，钱妃缺钱交房贷，2人凑到了一个屋檐下。生活里互怼不断，谁也不让谁，结果到了职场上，身份又反转了，李亦菲成了钱妃的上司。这种设定就特别有戏剧张力。但这部剧真正打动人的是他在清洗的外壳下包裹着成年人爱情的内核。他们从互不相让到在彼此最低谷的时候互相支撑，相互治愈。没有那种为了虐而虐的误会，也没有那种不切实际的完美人设，就是2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拥抱彼此。这种势均力敌的爱情，看着才让人觉得舒服、解压。而且檀健次在这部剧里的表现，真的让我看到了他跳出舒适圈的决心。他完全抛弃了那种千篇一律的霸总演法，把李亦菲那种落难公子的反差感拿捏得死死的。他演高冷的时候不面瘫，演毒舌的时候不油腻，很多细腻的微表情和生活化的小动作，把这个角色演得特别有真人气息。你会觉得李亦菲不是剧本里走出来的纸片人，而是活生生存在于这个出租屋里的人。如果说爱情有烟火是下班后的一碗热汤，温暖解压，那接下来要说的和不同周度，就是一杯烈酒，后劲极大。这部预计在今年第4季度播出的32集古装谍战权谋剧，改编自番茄小说9.7分的现象级 IP。光听古装谍战这4个字，就知道这剧的基调绝对不轻松。檀健次这次演的谢雀山，真的是个让人心疼到骨子里的角色。表面上看，他是个叛国降将，背负着千古骂名，但实际上，他是个潜伏了8年的疯批卧底将军。你想想，8年啊，在敌营里如履薄冰，那种孤狼式的隐忍，还有内心深处压抑不住的占有欲和赤诚，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具张力的角色。而卢玉晓演的男一，一开始只是个为了生存偷窃的底层女贼，像蒲草一样坚韧，后来在乱世中逆袭成新系家国的间谍。他身上那种破碎感和野草般的生命力，特别迷人。故事背景设定在王朝倾覆的南宋乱世。谢雀山追捕了偶然偷到密信的男一，为了掌控局势，把他困在谢府。但男一却在这个过程中，意外窥见了谢雀山面具下的秘密。乱世飘摇，2个原本各怀心机的人，在一次次试探和生死边缘的携手里，逐渐把后背交给了对方。最后共执孤舟，直面家国的惊涛骇浪。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宿命感，真的太戳人了。我特别期待檀健次在这个角色里的爆发。他本身那种深沉内敛的气质，和谢雀山简直是天作之合。之前路透里有一段他在雪中舞剑的画面，那种破碎感与锋芒并存的状态，绝了。
他的眼神戏一直很好，这次要把隐忍和杀伐果断的双面性揉碎了演出来，绝对是一场视觉和心理的双重享受。而卢玉晓那种清新灵动又不失韧劲的劲儿，也把男一从市井小民到国之义士的蜕变轨迹撑了起来。这两人凑在一起，那种双强成长、互相救赎的拉扯感，我已经能预见到播出时弹幕会有多疯了。最后，咱们把目光从电视屏幕转向大银幕，聊聊预计2026年暑期档上映的犯罪剧情电影《空腔》。如果说前两部是谭健次在电视剧领域的深耕，那《空腔》就是他在电影圈的一次重磅亮剑。这部电影的阵容，说实话，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韩延导演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还有梁家辉、惠英红、倪大红、叶童等10几位实力派老戏骨加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飙戏了，这是神仙打架故事，设定在一个虚构的港口城市西城，时间是世纪之交。那是个纸醉金迷、规则混沌的地方，充满了欲望和诱惑。朱一龙演的耿杰是个从底层偷渡客一步步靠着极端手段爬上来的巨盗富豪，而谭健次饰演的角色在正邪之间游走，无论是警察孙正还是反派富豪宋承衍，他和耿杰之间展开了一场极致的正邪博弈。影片的核心是一个人、一把枪、一段传奇，探讨的是欲望与救赎。我之所以对空腔期待值拉满，是因为犯罪电影对演员的要求和电视剧是完全不同的。电影镜头会把演员的每一个微表情放大，容不得半点虚假。谭健次和朱一龙的双雄对决是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之一。路透里说，他们俩的对峙戏是极致沉稳与灵性演技的碰撞。谭健次在正邪边缘游走的复杂感，加上朱一龙那种底层爬上来的狠劲，两人同框时的张力，绝对能让观众在电影院里屏住呼吸。而且有梁家辉、惠英红这些戏骨在旁边压阵，整个反派阵营的厚重感和层次感一下就出来了。听说这部电影还会推出普通话和粤语双版本，这对于喜欢港风犯罪片的观众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惊喜。地狱的真实感和那种粗粝的质感，会因为这版粤语配音而更加浓郁。回过头来看看，从爱情有烟火里接地气、有瑕疵的都市落难精英，到和不同州度里隐忍疯批、心怀赤诚的乱世卧底，再到空腔里在欲望深渊里博弈的复杂角色，谭健次这3部作品人设跨度之大，风格迥异之远，真的让人惊叹。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舒适区里，而是像一个真正的6边形战士一样，去挑战每一个未知的可能。其实作为观众，我们最幸福的莫过于能看到一个演员在不断进化，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他不再只是那个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偶像，而是真正沉下心来把自己揉碎了塞进角色里的演员。这3部作品有让你在下班后笑出声的轻松，有让你在深夜里跟着揪心落泪的虐心，也有让你在电影院里肾上腺素飙升的震撼。那么在这3部风格各异、看点满满的作品里，你最期待哪一部呢？是想要被爱情有烟火治愈，还是想在和不同州度里感受乱世的拉扯，亦或是去空腔里体验一把极致的犯罪悬疑？